在这种老小区干活，多多少少都得带点运气，对吧？毕竟都是维修的嘛，安装的时候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中小米，到这个老小区搞个维修活。车上这些小零件一般都有备，到客户家也不用单独出去买，这很方便。客户说洗脸盆的水管断了，然后下边一直在漏水，我们过来给他维修一下。这几天一直用水只能用热水，因为放冷水，冷水管已经断掉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漏得很严重呀，水管的头掉了，而且下面的木板全部都泡烂了，发霉了。这是热水啊？那是底下底下那个，然后这儿一开通就。还好这几个阀门都能关水，还是这种铜制的阀门好呀。虽然冷水管已经坏了，但是也不影响客户这2天用水。但是这个把手打到中间的话就会串水，然后下面就滴滴答答会流个不停。干这种维修活的时候呢，客户打电话，我们大概的一个聊天过程就是我了解一下他家现在是什么情况，然后我预估了一些风险，比如说我们换水管的时候，拧的时候会不会拧断脚阀，要不要掏的话是要花钱的。拆水管的时候，比如说水龙头老化了，拧的时候比如说水龙头也坏了，怎么办？到时候可能涉及到要重新买水龙头。把这些预估的风险一定要给客户讲清楚，让客户心里有一个准备。不然一些不懂的客户可能会认为我就是坏了一根水管，是你给我拧断的脚阀，是你给我拧坏的水龙头，这样的话就纠缠不清了。就和我们到医院做手术，那不都有风险告知和签字吗？盘拆下来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水龙头连接的地方，这个水管呢是长时间老化，然后这个出水口感觉堵的就剩一点点了，一个小孔。还好扳手能拧得动，水龙头的质量还是挺好的。如果是合金的，那早就废了，一拧全部都得断。客户家这个水管虽然是断了，但质量不是那种太次的，10多年以前可能造假的能力没有现在强。现在的水管说起来那些次的那简直不能用，可能当时按完当时就漏的那也很多。应客户的要求，水龙头没问题，我们保留了水龙头，然后把水管换掉，然后把下水这一套换掉。这是我带过来的管，某塑的，这个管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采购价比市场上那些便宜的劣质的价格要高一点，但是用着安心呀。毕竟我在我这个地方做了这么多年了，好多客户都认识我。如果客户打电话，小米，我家的水管爆了，那时候都是你给换的，现在水泡了，泡到楼下了，你说这个你该怎么回答？包括像客户家这个台面，看这个胶全部都已经老化了，像这些地方呢，长时间肯定是会往下面渗水，渗下去，大家刚才也看到了，下面的柜底全部都已经发霉了，都已经烂掉了，那真有几年这不都得扔吗？其实就算烂掉了扔掉了，其实也不是个什么大事情。像这些地方潮湿，容易发霉长霉，平时我们会跟这些地方接触，如果这个东西传染到我们身上的话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恐怖的。连接水管的这2个阀门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本以为这种阀门早就坏了，开不了关不了。在柜子的后面还有暖气的风水器，客户以为是暖气的风水器也在漏水。现在是停暖期间，里面是没有水的，也不会漏。如果真的会漏的话，那也是送暖以后吧。如果大家发现风水器这些地方也老化严重的话，该换其实就得提前处理，别等送暖了再换，也就不是那么好操作了。在下水管的密封圈上打点玻璃胶，这是我一直以来这么多年的习惯。玻璃胶也不会像大家说的那种拆不开，是可以拆开的。这个下水管也有点意思，就像套娃一样，一节一节的。我拔了一节又一节，拔了一节又一节，一共拔出来4、5节。如果主管道没有反水弯的话，像这个卫生间它会持续反臭，就这样对接的话肯定是不严实的。买一个下水器或者下水管其实也不值多少钱吧，大家也不要那种心态说能将就就将就啊！你像这种情况，你看这个柜子都成啥样了。这个下水管换上之后，像客户家这个反臭的问题呢，基本上就解决了。有这种反臭问题的，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动起手来。
安装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先开水试一下水。哎呀，这管只要一动过，看放第一股水都是这么黄，而且里面伴随了好多沙石。客户说这个出水一直是不太顺畅，拆开了给他看一下，里面全部都是这些泥沙。像这样老房子基本上是没有前置过滤器的。让客户找了一个缝衣服的针，把这个滤网上面的小颗粒全部给它通开了，这样出水能好一点。而且沥干这就好多了。听一下这个下水的声音多快呀！看盘的周围全是这些泥沙，放出来这么多。这个下水器它是带了一个防抽盖，不用水自动关闭了。现在我们清理一下，给它把胶打上，这是专用的除味防霉胶，0G 12倍的高效的，10年不发霉。大家一定要留意观察，像厨房或者卫生间台面、水槽、马桶类似，如果是有开胶的，一定要提前把胶打上，防止就是后期被水泡了，然后就把柜子都泡坏了。胶枪让我捏的嘎吱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儿，拜拜。